台灣茶從土地長出風味，也隨時代走進生活。每一個世代都有屬於自己喝茶的方式，時代在變，手搖飲、罐裝飲逐漸取代了傳統品茗的方式，加上咖啡市場的發展與興起，我常常在想，年輕人那麼懂咖啡，講起咖啡頭頭是道，為什麼對傳統茶卻有點距離？茶是台灣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產業啊，如果有舞台的話，年輕人會進來。那我們的情形現在都是老的在接班，年輕都不進來。如果用他們熟悉的方式，讓茶變得更親近，也許可以有新的一個故事。我們要做的是，讓台灣茶可以再次用當代的語言被欣賞，找回並重新培養逐漸流失的客群。喝咖啡的人都能夠理解，一次性的萃取會有定性定量，它能夠喝出咖啡的美味。但是如果喝茶的人過去都是用回冲的一個方式，他沒辦法真正了解一杯好的茶應該呈現的特性跟樣貌。所以我們在做法上，第一個階段就是要克服的是技術可行性。我們是把它的茶原片茶，我們經過一個創新的研磨技術，把它做成一個像咖啡一樣，它會有不同的研磨粗細，再用手冲的方式把這些表現出來，讓茶農自己喝他自己提供原料的茶，它喝起來跟傳統的泡法毫不遜色，甚至比它還好。我們有這一款茶粉包以後，其實這樣泡出來的茶湯的一個層次感，一個濃郁感，其實我認為跟傳統的應該有過之而無不及。我們這一次在展覽會場當中，我們有很多的前輩，還有專家，還有很多長官到我們這個攤位來測試這一台機器。結果發現到這一台機器煮出來的咖啡真的很原味重現，我們茶部分的六泡茶的那種概念全部都把它表現出來，所以他們非常的驚豔。咖啡師可以針對客人的喜好，以及針對不同的茶種，挑選不同的茶的濾杯，甚至冲法、水溫、比例，來依顧客的喜好再進行調整。我覺得這是一個手沖茶非常有優勢的地方。我們這個建築物也希望說能夠除了提供傳統式的這種餐飲泡茶以外，看有沒有新的方式、新的模式、新的樣貌來呈現。我想讓年輕人重新親近我們的茶，我們的鐵觀音茶，把茶磨成咖啡的樣貌，用咖啡的方式來萃取或是來沖泡。來我們茶莊造訪的這些年輕外國人，他們覺得很酷很炫，然後對他們來講也是很新鮮，很受歡迎。因為這個關係，我們的正宗鐵觀音的能見度大大打開。這樣的呈現，這個茶不只是生意，它變成了一種新的文化連結。這個對我們茶的這個領域、這個世界，又開創的另外一個可能。我平常是沒有在喝茶的習慣，但我那天直接喝，我就覺得這幾款都非常好喝，是非常容易被接受的飲料。不同的咖啡濾杯其實會有不同的特性，比方說我今天想要喝清爽一點的口感，那我可能會選流速比較快的濾杯，或者是沖刷效果比較多的濾杯去帶出它的香氣。那如果今天我是想要喝到一杯比较厚實、甜感比較濃厚的，那我可能會選擇有可以做浸泡效果的濾杯。我們有一些客人其實本來就有喝茶，而且其實比我們懂茶。可是當他喝到我們提供的這個手沖茶時，他是覺得很 OK， 就是很優，而且還會繼續來問我們是不是有更多的茶的選擇。我覺得手沖茶讓我們可以跟就是這個茶的文化有更好的銜接。我覺得這不只是茶，而是這個茶的文化在我們精品咖啡館裡面可以被重新演繹過，然後讓客人體驗到更多台灣的好茶。咖啡機本來是在做的咖啡的，
那我們茶的部分是因為國外那邊對手沖咖啡沒有像台灣人這麼厲害。我現在新的機種應該出來，能夠做意式的以外，還可以做手沖的，所以它去設計一套有機器可以有壓力，還有沒有壓力，兩種都可以煮的時候 ，OK 好，它這兩個就已經結合在一個機器裡面。結果沒有想到說，哇，效果出來，超出他們意料之外，非常好的，而且可以快速的出杯。台灣茶的話，以前就是量化之前的話，就是比較困難，因為都是還是人工去冲，很專業的老人茶的模式的表現。但是年輕的族群可能很難接受。如果說有比較快速的讓他們族群可以喝到，年輕族群可以喝到更好的茶的時候，我想這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市場。啊，百茂這一次剛好有這台機器可以快速表現台灣茶的優點，我想這也是一個茶產業應該是要大步快速前進的時候。我本身其實很會去其他的咖啡店看別人咖啡的冲煮，然後其實到同業的店裡面以後，忽然看到有一個人在介紹手沖茶，茶在我的印象裡面是要用泡的，不是用手沖的。然後我就看他冲說，你們使用咖啡殼的濾杯，才這短短的1分鐘內就可以冲出茶的味道吧？因為我看茶只有大概5克而已，其實我是不太相信的。結果他用手冲的手法冲完以後，我那時候我記得我喝的是紅烏龍，那我一喝到那個香氣真的是有驚嚇到我。一開始我們在推薦的時候，客人都不太相信手沖茶能夠沖出味道，然後直到我們把手沖茶沖好送上去的時候，他們就覺得非常神奇，日本還是用茶葉去浸泡。其實手沖茶讓社長看到了咖啡器具的無限可能。在推廣上，我們也跟大家不太一樣。傳統的茶在茶展再去做行銷，我們反而是在咖啡展去賣我們的手沖茶。那這個部分在幾次的台北的國際咖啡展，甚至日本東京的咖啡展，我們看到的部分是很受到一般消費者的一個歡迎。我們原本根本在旅行的概念就是一次性的去當不同把品牌做深的職人，幫他做海外的市场。我那時候看到手冲茶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就好像就可以幫這些職人做海外的生意。我們設計了一個品牌叫 Lutopia， 為了手冲茶，就像根本在旅行一樣，它也是跟不同茶行茶莊有一點像聯名的方式做，就是我們不是做自己的茶。那所以只要我們賣得越好，那其實各個茶行茶莊就會跟我們共好。我們去年有6款茶進入到手沖茶的體系。然後我們去年9月拿了一個伴手禮的金牌獎，精品手沖茶這個品牌，最一開始初衷就是想要幫台灣茶找出一個新的方式走出海外。只要我們把品牌的這個內容準備好，精品茶咖啡這樣的概念，它其實是可以馬上在日本甚至歐美，其實已經成熟到他們可以快速的複製。我們其實非常想做到的事情是幫助茶這個精品茶，或者說幫助茶產業去做到跨圈。然後我也非常的相信這個方式能夠幫台灣的茶產業找到一個新的突破口。那一刻，我覺得我們做的不只是推廣，而是讓台灣的茶用西方的角度重新詮釋，被世界以新的角度欣賞。當茶香跨越語言，我們分享的不只是風味，而是台灣土地的故事。這次我們用創新的技術，賦予咖啡族群一個對茶不同的想象與可能。透過政府計劃的串接，讓產業內外的夥伴破圈協作，希望更有意義地真正做到讓市場共好。我們正在打開台灣手沖精品茶的藍海市場，改變才正要開始。